我跟你讲啦，自动降啊，自动降，但不能撑太久。嘿，可以，学长哥这个很好，可以，好，很棒。我不要看，不要看，我不能试试。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这次的影片封面，如果大家有稍微注意到的话，就觉得好像做的比较有趣。然后前面的花絮呢，也是记录一下我们同事在拍照时候的反应哦。那这么做，无非是希望说，大家可能以前看我们的影片都觉得好像都是在讲家电、音响、电视采购的知识。那下班工作很累了嘛，所以有时候让大家希望看影片不再是那种上课的感觉，我们也希望说，你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能获得些许的快乐，就让寓教于乐合在一起。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因为这个在地乡亲的支持，以及我们频道粉丝，大家也是很爱戴我们，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展示空间已经有点不敷使用了，就是不管停车啊，或者是展示商品的这个繁多种类，所以在明年年初我们会另外找一个非常大的地方，让大家不管是停车，或者是看家电、看电视、看音响，都能有一个非常大、非常舒适的空间去做使用哦。那到时候新的空间要弄好了，我们会再拍一个就是 YouTube 影片，来跟大家报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喜讯。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讲今天的主题哦。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在前阵子我们有介绍这个 Sony 今年新发布的 A3000 以及 A5000 的 Soundbar。那基本上目前为止就是大家可以看我眼前，就是我把所有 Sony 今年发布的这个 A 系列的 Soundbar 以及配件都搬出来了，就是包含入门款的 A3000、A5000、A7000， 以及呢它最旗舰款的 A9， 然后还有这个后环绕 RS5。那另外还有 RS3S 以及 SW3、SW5， 因为我们画面真的是装不下，就不用拿出来了。这一集呢，就是要讲说我们这个 Sony Soundbar 今年2022年度甚至2023年度的整个终极选购指南。那当然，这不会是很简单的讲说，假设你没预算，你就是 A3000 先买一支，或者是你就买 A3000 加最便宜的 SW3 加 RS3S。那如果你是最有预算的人，你就是买 A9 再加 SW5。就是这样讲，当然是没有错，但就好像那个我前阵子看到广告，看到新闻，有一个新闻讲说，如果今天你一回家倒头就睡，那这代表说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警讯。就是讲这种话，你就有感觉，就好像讲，就是在台湾每过60秒就有1分钟过去了。你不要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就是好像讲了什么话，但是又好像没有讲什么，空空的感觉。所以今天我们会从各种角度去分析说，你想要买 Sony 的音响，那你要怎么样去买，你才能最大可能买到最合适你的音响。好，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先从产品的分类来开始看起哦。今年我觉得首先 A3000、A5000、A7000 这3样产品，它会适合说，你不是 Sony 电视的用户，或者是说你的 Sony 电视没有支持 S Center 的功能，我会建议你先从这3支开始看起。为什么呢？基本上，像是 A9 这种产品，你没有 S Center 啊，你没有中置声道，那听起来的感受，我觉得就是人声的表达情感上就会有一点落差哦。就很多人会好奇说，没有中置声道有差那么多吗？我必须要讲，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没有中置声道，你看电影，不管是你用传统的剧院看，或你用 Soundbar 看，你没有中置人声的这个喇叭，其实的感受度是在电影对白的感受上，我觉得是落差蛮大的。所以，如果你今天你不是 Sony 电视的用户，或者是说你没有 S Center 功能的 Sony 电视，我建议 A3000、A5000、A7000 开始看起。那如果你是有 S Center 功能的这个 Sony 电视用户，那基本上就是我会推荐啦，你大概就是 A3000 或者是 A9 去看，就是因为基本上有这么推荐是会有原因的，因为你通常有 S Center 电视的用户你就是 S90K 以上起跳，
那 X90K 基本上它的价位就比较高了嘛，代表说你也是可能是比较有预算的客群。那我觉得啦 ，A9 啊加这个 Sony 电视再加 SW 这个组合，就是10万元以下，目前环绕感、整个氛围感表现最好，操作最方便、最强的组合，没有之一，就最强。所以，就如果这辈子有这个机会，有这个预算，我建议大家就是你有 S10 的功能电视，就是一次到底，就是 A9 再加这个SW 重低音。然后，如果当然没有什么比较说预算没有那么充足，其实我觉得 A3000也是可以考虑的。那当然 A5000、A7000不能考虑吗？我觉得也是可以，但是就是比起像 A5000、A7000，其实它价位也有，你看一个是3万，一个是4万块元的价位，然后其实你还是要再搭一个后环绕啊，那你后环绕你也是要搭 RS5 吧，你搭 RS3S， 其实听起来效果我觉得差点意思，所以你看这样加起来跟 A9 其实也差不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会建议说，如果你是使用 S10 的功能的这个电视的用户，那我就建议你就是直上 A9， 要不然 A3000买来使用一下也是非常 OK 的。那我必须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我觉得啊，A3000是今年 Sony 送给各位，不管是你有没有买过，就你有没有买过那个 Sony 的音响啊，你都一定要尝试的，就是它可以说是送给索迷们最好的圣诞礼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A3000其实当初它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一个长条形的，然后又没有低音喇叭，然后看起来也是 G700的，就样子很像。那其他只多了一些 WiFi 串流 AirPlay 的功能而已，所以我一开始觉得说这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听完了之后，其实我对它整个完全改观哦。我觉得其实它听起来的那个音色的神韵，跟 Boss 900真的有像。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单一一支的低音哦，其实听起来量感算强的。然后基本上它的音量也绝对是够用。就我这边讲一下哦，就是坦白讲，以目前的 Soundbar 来讲啊，大家都不用担心说音量不够用。就你担心音量不够用，什么状况下会不够用？就如果你家是那种单层单户、单层双户、100平、70-80平的那种户型哦，那基本上 Soundbar 可能对你来讲，你不要说1-2万不够用啦，我觉得 A9 放到你家可能也不够用。那这种的用户哦，我觉得你就是不要再看这些Soundbar产品了，你就是应该转去看10几20万的那种，就是家庭剧院组合，那个才能它的质感跟那种音量密度才能去充满你这整个庞大的空间哦。所以一般正常使用者来讲，不管是 A3000、A5000、A7000、A9， 它的音量都是足够去使用的。那什么 A3000会让我特别惊艳呢？就是它的低音效果是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这么讲，今年我觉得最划算的入门组合啊，我觉得就是 A3000再加一个 RS5。为什么我会这么推荐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通常你会买 A3000的用户，你可能预算上不是那么充足嘛，那你的空间相对来讲可能也不会比那么大。只是说你不会是一个室内，假如说你是客厅就20-30平的空间了，比较不会是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以一般10几平的视听空间来讲 ，A3000的低音是足够单独使用的。那后环绕为什么会选择 RS5 呢？其实 A3000你今年看它的规格，你会发现它支援所谓的 Dolby Atmos， 但是它没有A3000本身没有天空声道的喇叭。那这个时候你搭配 RS5。你就可以很好的展现这个 A3000它支援 Atmos 的优势。那像我在看那个 Netflix 它的今天抢救的时候，在最后枪战的片段呢 ，A3000搭配 RS5， 它有很好的这个，就是它会有一个天空声道的感受，不会让你觉得说，你今天买了一个所谓有支援，像很多Soundbar大家可能觉得说有支援 Atmos， 但是听起来没感觉。那 A3000配上
RS5，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入门这个价位带最好的搭配组合了。因为你 A3000，你今天你没有买重低音嘛，重低音 Sony 的话 SW3 一颗是1万多，你省下来这个钱，你就是要加在后环绕上面。好，那接着到往上看，我们刚刚讲完了入门最推荐的组合了嘛？那像 A5000 以及 A7000 它的配件，我会怎么去做选购的建议呢？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说，刚刚讲说 A3000 可以单独使用，那 A5000、A7000 是不是单独使用就更厉害了？这样子，我觉得今年听起来反而很好玩哦。就是 A5000以及 A7000 你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它的低音反而没有像 A3000 那么给人惊艳的感觉，就是量感并不是很肥厚，但是它配上 SW3 之后，我觉得配起来的量感或者整个的均匀度、衔接的感觉，我觉得都是刚刚好的。所以代表 Sony 他们在设计这些产品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面默默就帮大家凑好搭配了。所以基本上我建议你用 A5000以及 A7000 的用户，你一定要去选购这个重低音，基本上就是 SW3。那需不需要到 SW5 呢？我觉得看个人。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到 SW3 就算足够了，因为就是以我的听感来讲我觉得加了 SW5， 我觉得那个进步的幅度，就我觉得还好这样子。所以这两款我建议大家就是配 SW3。那后环绕的部分一样，就是 RS5。其实我个人的偏好来讲，今年的所有的桑巴后环绕我都会推 RS5 啦。因为可能有些网友会觉得说，那 A5000 跟 A7000 本来就有天空声道啦，你又买一个 RS5，因为也有天空声道，这样搭起来会不会有点浪费？但是我必须要讲你单靠 A5000 或 A7000 的这个天空声道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还是有落差，因为 RS3S 本身就是没有天空声道嘛，你只靠那个桑巴前面本体的天空声道。那个感受，我觉得你配上 RS5 之后，我觉得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啦。坦白讲，那个感受，它的天空声道就是会给你明确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今年其实我都推荐大家买 RS5。然后像 RS5，第一个它可以充电嘛，它可以充电式的这种移动式的设计。那当然你也可以一直插着电使用，那也是无所谓。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整个的。就是音色上来讲，我觉得比 RS3S 结实蛮多的。就是他们价位只差了，我记得差7000多块嘛。那其实你今天你买3把，你就算买一个 A3000 好了，你也是花了2万元啊。那这个7000块，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用个3-4年来讲的话，这7000块完全是值得升级的啦。好，那我们接下来讲到 A9。A9 的话，基本上我就建议大家配件你基本上只有重低音 SW3、SW5 可以选啦，那就是选 SW5， 因为你都已经上到这个预算的等级了，就是你真的不差。像我们上一回有花30分钟介绍 A9 这个产品了，就是你都已经花到5万多元这个价位带，你真的不缺那个1万块不去升级这个重低音哦。然后我们 A9 刚刚讲到说它是适合这个有 Extender 功能的客户使用嘛，就是你是配那个 X90 以上电视，你可以去做搭配。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你可能会单独使用到 A9， 就是你是使用超短焦投影机的用户。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些使用超短焦投影机的用户，他会假如说他今天有做布幕，然后短焦投影机就放在他的柜子上，但他的柜子底下的开孔他可能当初没有预设要装音响，所以他就会做一格一格的放他的，假如说一些 MOD 放他的蓝光机的器材那你3把一个长条形的，这个时候就没地方放了嘛。如果你这时候又想要装音响，那 A9 就是你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的组合了。当然它没有这个中置声道，难免会有影响。但是如果你今天又想要简单，又想要看投影机又想要有好的环绕效果，这时候 A9 也是可以考虑的，没有错。好，那其实今年这样子，其实我们就已经帮大家解答完了，就是所有组合的答案哦。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今天你用 Sony 电视有 S Center 的功能，基本上你所有的 Sony 的3把产品你都可以考虑，只是我会推荐说，你就是从 A3000 没有什么预算的话 ，A3000 去挑
然后如果你有预算，你就往 A9 那边去靠。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是反正你没预算，那基本上 A3000 我觉得效果也非常不错。那有预算 A9 就给你最极致的环绕感受。那如果你是没有 S Center 功能的 Sony 电视，或者是非 Sony 电视的用户，那我觉得你就是 A3000、A5000、A7000 这3个按照预算去做选择哦。好，那其实这样简单来讲，就是所有这个组合的答案了。接着我要为大家讲一下，就是虽然 Sony Soundbar 他们今年都没有什么很复杂的设定了，但是我觉得有3点功能是一定要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些体验以及设定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人声加强 Voice 的功能哦。这个你在 Sony 的 APP 里面可以看到，它就叫做 Voice 的选项。那在遥控器的话，我记得是叫人声加强的功能啦。那什么时候要开呢？我建议大家就是分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你没有用过你没有用 S Center 的功能，你就是用一般的 Sony 电视或者是非 Sony 电视的用户，那我建议你这个人声加强的功能全部都要打开，不管你是用 A9， 你用 A7000、A5000、A3000， 你都要打开，因为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这个人声加强的功能，它可以更让你有这种融入剧情的感受，就人声对白会更清楚。我觉得连听音乐也是要开的，就开了之后你会跟人唱歌那种更有感觉哦。那如果你是有用了这个 S Center 功能的用户啊，那我就建议说，尤其是 A5000 以及 A7000， 你有搭配 S Center 功能的时候 ，A5000 以及 A7000 你不要去开这个人声加强。为什么？因为 A5000 以及 A7000 他们本来的人声就已经我觉得算强的了。你搭配电视之后，你再把这个人声加强功能开启，这样组合搭起来，我觉得声音有时候像是人声是还好，但是有时候像是一些子弹、玻璃的音效，我觉得比较锐利，甚至有时候是太锐利了。就是如果是 A5000、A7000， 我建议你搭配 Sony S Center 的时候，你把人声加强关掉。第二个要讲的功能是所谓的进阶音量调整。那这个功能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很奇怪，就是像我一开始拿到 A9 的时候，我听会觉得A9 的动态整个能量感好像没有旗舰产品的架势，但是在开启了这个进阶音量调整的功能之后，整个完全就不一样了。尤其 A7000 我觉得也是，那 A5000 我觉得也有差别，就是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整个音色的结实度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是用 A9、A5000、A7000 这个进阶音量调整的功能，你就要去做打开。那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Sound Field。Sound Field 的功能呢，简单来讲，我觉得听音乐的时候要把它关闭，然后你看电影的时候要把它打开。它就是会让你的看电影的时候那种氛围感、空间感再更大。但其实听音乐的时候，有时候我不喜欢，假如说原本人是站在前面跟我唱歌，你开这个 Sound Field 的功能之后，它的人声就会跟乐器就会整个变远了。就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听音乐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啊，但是看电影还是一定要开的这样子。然后另外特别讲一下，就是说，Sony 的这几款音响它都支援所谓的360 Reality Audio， 那这个有点像是音乐界的 Dolby Atmos 哦。目前你要怎么体验呢？你就是用 Tidal 这款串流音乐软体，它上面就有一些歌曲可以去做，你可以去做连线去做聆听哦。那我一定要推荐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真的是非常特别。像我听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 Thriller 那首歌，它一开始有狼叫的声音，你在用那个，尤其是你在用 RS5 配上 A3000、A5000、A7000 听的时候，它这个狼叫真的是不是只有在前后哦，它是感觉左右前后四处都有狼嚎的感觉，就是那个体验，以听音乐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哦。这是一个题外话。好，所以其实以上的总结，就我们把今年你要怎么挑这个 Sony 的 Soundbar， 然后以及 Sony 的 Soundbar 这些 A 系列的，你有什么样的调整的重点，我们都跟大家讲了。就这次的节目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也在测试，然后也把这些东西都拿到这个拍摄的地方全部摆出来哦。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就是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管拍节目或做 YouTube 以来，我觉得其实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一直持之以恒啦。因为你看，你拍影片，你需要前置的作业，你先要想一下你要拍什么，然后你要准备场地，然后接着你要拍，然后你要后置，你要剪辑。那最困难就是说，像我们现在一周希望出2部长片，那也有 YouTube 的短片，所以这1年下来的量也是蛮可观的。最困难就是一直持之以恒的拍摄这些内容给大家看，所以您的按赞、订阅、分享，其实对我们的帮助是意义重大的。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分享，这样子。好，那有任何想法呢，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的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的官方 LINE， 还有我们的脸书粉丝团。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拜拜。